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宇宙回声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：深夜里关掉手机屏幕，走到阳台抬头看天，那些星星明明离我们亿万光年，却像在黑暗里眨着眼睛，仿佛藏着什么没说出口的秘密。你会忍不住想，在那些光的背后，会不会有另一个人，也正和你看着同一片星空？但今天我要跟你聊的，可能会打破这份星空浪漫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宇宙的沉默不是因为孤独，而是因为危险；那些没传来的外星信号，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，而是因为敢发声的都消失了，你还会觉得头顶的星空温柔吗？今天我们要拆解的，就是可能揭开宇宙终极秘密的暗黑假说——黑暗森林法则。宇宙是沉默的荒野，还是猎杀的陷阱？第一章：费米悖论。100亿颗宜居行星，为何连一声你好都没有？首先，我们得先搞懂一个让科学家纠结了70多年的问题——费米悖论。要理解它，我们先看一组硬数据，这不是我编的，是 NASA 和欧洲航天局通过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盖亚卫星观测后得出的结论。我们身处的银河系直径约10万光年，里面有多少颗恒星？不是几百万，也不是几千万，是至少1000亿颗，甚至可能达到4000亿颗。而在这些恒星周围，像地球这样处于宜居带，也就是行星表面能留存液态水，而液态水是生命诞生的核心条件的类地行星，保守估计有100亿颗以上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如果把银河系比作一个巨大的足球场，恒星就是场上的沙子，而宜居行星就是沙子里能长出植物的沃土，数量多到超乎想象。按照概率学推算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宜居行星能诞生生命，在1/1000的生命能发展成智慧文明，银河系里也该有10万个以上的外星文明。更关键的是，银河系已经存在了130亿年，而人类从原始部落发展到能发无线电信号，只用了几万年。对于宇宙尺度来说，几万年不过是一瞬间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外星文明真的这么多，他们在哪？从1960年人类启动第一个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 开始，到现在60多年了，我们用 FAST 天眼监听宇宙，用突破聆听项目扫描近100万颗恒星，甚至发射了旅行者号探测器带着地球名片飞向深空。但结果呢？除了偶尔捕捉到一些无法重复的奇怪噪音，比如1977年的蛙信号，后面我们会讲，宇宙给我们的回应只有一片死寂。这就是费米悖论的核心，外星人应该存在，但他们为什么不出现、不发声？有人说是距离太远了，比如离我们最近的宜居行星比邻星 B，距离4.2光年，就算外星信号以光速传播，也得4年多才能到地球。但这个解释有个漏洞，银河系已经130亿年了。如果某个文明能造出10%光速的飞船，穿越整个银河系也只要10万年。10万年对130亿年来说，就像你睡一觉的时间。如果真有发达文明，他们的信号或探测器早该遍布银河系了。还有人说是文明太脆弱，大多数文明在发展出星际通信能力前，就会因为战争、环境崩溃或小行星撞击自我毁灭。比如地球，我们曾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，现在还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，这确实有可能。但还有一种解释比自我毁灭更让人后背发凉，它不是说文明消失了，而是说文明不敢露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黑暗森林法则。第2章：黑暗森林法则。为什么沉默才是宇宙的生存法则？黑暗森林这个词，你可能听过，它来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，但我必须强调，
它虽然是科幻概念，但背后的逻辑却让很多天文学家、哲学家看完后睡不着觉，因为它的每一步推导都基于我们已知的宇宙规律和生物本能，没有半分胡编乱造。我们先做个思想实验，想象你现在身处一片完全漆黑的森林，手里只有一把枪，肚子很饿，周围随时可能有野兽出没。这时，你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咳嗽，你不知道发出声音的是什么，是友好的旅行者，是想吃掉你的猛兽，还是和你一样拿着枪的猎人？你会怎么做？大喊你是谁吗？不会，因为一旦你出声，对方就会知道你的位置。如果对方是猎人，他可能会先开枪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威胁。所以在这片森林里，不出声才是最安全的选择。黑暗森林法则说的就是宇宙版的森林求生，它有3个不可动摇的公理，这3个公理不是凭空来的，而是基于我们对宇宙和文明的认知。第1个公理，生存是所有文明的第一需要，不管是地球的人类，还是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，只要是生命，就会本能的想活下去。你看地球上的生物，羚羊为了躲避狮子会奔跑，狮子为了填饱肚子会捕猎，人类为了生存会发展农业、医学。生存是刻在基因里的底层逻辑。外星文明如果是碳基生命，和我们一样靠有机物生存，或者哪怕是硅基生命，靠计算机芯片活着，也必然需要资源维持存在，而活下去一定是他们的第一目标。第2个公理，文明会不断扩张，而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。你想想人类的发展，从原始部落到农业社会，我们需要的土地越来越多；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，我们需要的能源、石油、电力、核能越来越多。未来如果人类要殖民其他星球，也是因为地球的资源不够用了。而根据宇宙学的观测，宇宙的总质量和能量是守恒的，简单说，就是宇宙里的资源就这么多，你用了，别人就少了。文明扩张的需求和有限的宇宙资源必然会产生矛盾。第3个公理，你永远无法确定另一个文明是友好还是敌意，这就是猜疑链。我没法知道你是不是好人，你也没法知道我是不是好人，而且这种猜疑会无限循环。比如，我发现了一个陌生文明，我想和他们友好相处，但我怎么确定他们不会反过来消灭我？就算他们现在很弱，万一他们技术爆炸，几十年后超越我，会不会反过来把我干掉？反过来，他们看到我也会这么想。当这3个公理叠加在一起，结论就只有一个：任何暴露位置的文明都会被立刻消灭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一个未知的文明，先动手永远比等对方动手更安全。你不需要知道对方是不是敌意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如果对方是敌意的，你不消灭他，他就会消灭你；如果对方是友好的，你消灭他，也能少一个未来的资源竞争对手。所以，宇宙为什么沉默？不是因为没有文明，而是因为所有文明都在装死，就像黑暗森林里的猎人，屏住呼吸，握紧枪口，生怕自己的一点声音引来致命的子弹。第3章，科学证据，宇宙的死寂是不是黑暗森林的铁证？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这只是逻辑推导，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宇宙死寂。我们先说说 SETI 计划里最著名的蛙信号。1977年8月15日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射电望远镜突然接收到一个持续72秒的强无线电信号，这个信号的频率是1420兆赫兹，而1420兆赫兹是氢原子的特征频率，被天文学家称为宇宙通用频率，
因为氢是宇宙中最常见的元素，任何文明都应该知道这个频率。当时负责观测的科学家杰瑞·埃曼看到信号记录后，激动地在纸上写了一个“哇哦哇”，所以这个信号被叫做蛙信号。但奇怪的是，不管科学家后来怎么调整望远镜，再也没收到过第二次同样的信号。为什么这个信号这么特别？因为它完全符合外星文明信号的特征，频率单一，自然天体不会发出这么纯的频率，持续时间稳定，不像宇宙噪音那样杂乱。但为什么只出现一次？黑暗森林法则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个发出信号的文明可能只敢试探性的喊了一声，发现没回应后，立刻关掉了信号，生怕暴露位置。再说说人类自己的暴露行为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人类早就开始向宇宙喊话了。从1901年马可尼第一次发送无线电信号开始，到现在120多年，我们的广播电视雷达信号正以光速30万公里每秒向宇宙扩散。现在这些信号已经覆盖了多大范围？以地球为中心，半径120多光年的球形区域，在这个区域里有多少颗恒星？天文学家统计过，大约有1500颗恒星，其中至少有30颗处于宜居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些恒星周围有科技水平达到能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文明，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地球的位置了。这也是为什么霍金生前反复警告，不要轻易向宇宙发送信号。2010年，霍金在《与霍金一起了解宇宙》里说，如果外星人拜访我们，结果可能和哥伦布登陆美洲差不多，对美洲原住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他不是在危言耸听，而是基于黑暗森林的逻辑。我们不知道回应我们的是朋友还是猎人，但一旦是猎人，人类文明可能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有一个细节，1974年，人类通过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2.5万光年外的 M13球状星团发送了阿雷西博信息。这个信息里包含了地球的位置、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坐标、人类的 DNA 结构，甚至地球上的人口数量。当时就有科学家强烈反对，说这是把地球的地址贴在宇宙里，还写上快来找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？第4章，人类的困境，我们已经暴露了，为什么还没被消灭？如果黑暗森林法则是真的，那有个问题就很关键，人类已经向外发送了120多年的信号，覆盖了120光年的范围，为什么我们还安然无恙？是因为猎人还没发现我们吗？有可能。120光年在宇宙里不算远，但也不算近。比如120光年外的某个文明，可能刚收到我们1901年的无线电信号，还在确认这是不是自然信号，没来得及做出反应。但还有一种更让人细思极恐的可能，猎人已经发现我们了，只是他们在观望。为什么观望？可能因为我们的文明太落后，就像你在森林里看到一只蚂蚁，你不会特意踩死它，因为它对你没有威胁。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，连太阳系都没走出，旅行者号飞了40多年，才刚飞出太阳系边缘。对于能进行星际航行的高等文明来说，我们可能就像宇宙里的蚂蚁，暂时不值得他们动手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。如果有一天，人类的科技突然爆炸，比如我们掌握了可控核聚变，能造出光速飞船，那时候猎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变成了威胁，然后动手？更麻烦的是，我们现在想隐藏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以为关掉广播电视就能不泄露信号吗？不可能。我们的卫星每天都在和地球通信，这些信号会不可避免地泄露到宇宙中。我们的雷达为了监测小行星、飞机，会发射强功率的无线电波，
这些波就像黑暗里的手电筒，在宇宙中格外显眼，甚至我们发射火箭时，推进器产生的红外信号，在几十光年外都能被高等文明探测到。所以人类现在的处境，就像一个不小心在黑暗森林里点燃了篝火的人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们只能等着，不知道会引来朋友还是猎人。这里我想问问你，如果你是地球文明的决策者，你会怎么做？是继续发展科技，争取能和猎人对抗的实力，还是想尽办法熄灭篝火，尽量隐藏自己？第5章哲学终极问：宇宙是敌意的，还是我们太恐惧了？聊到这里，我们其实可以再往深想一层，黑暗森林法则到底是宇宙的真相，还是人类的恐惧投射？你会发现，黑暗森林的核心猜疑链，其实在地球上也存在。比如2个国家之间会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威胁而发展核武器。2个陌生人在黑暗的小巷里相遇，会本能地握紧口袋里的手机，保持警惕。人类因为经历过战争冲突，所以会本能地把敌意当作一种可能。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，宇宙中存在更高尚的文明，他们已经掌握了无限能源，比如能利用恒星的能量，不需要争夺资源，他们已经超越了生存焦虑，更愿意和其他文明交流合作。就像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、宇宙纪录片的作者说的，宇宙那么大，如果只有人类，岂不是太浪费空间了？他始终相信外星文明大概率是友好的，但问题在于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友好文明存在，却有很多理由相信敌意文明可能存在。因为友好需要文明发展出道德同理心，而敌意只需要遵循生存本能。在宇宙尺度上，本能比道德更普遍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3个终极问题，这也是科学家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。1. 宇宙的沉默是因为文明都在隐藏，还是因为真的只有人类？ 2. 如果外星文明存在，他们是会把我们当成朋友，还是猎物？ 3.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，那些闪烁的星星背后，会不会真的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里盯着我们？今天的宇宙回声就到这里，下次你在深夜看星星的时候，或许会多一份思考，那片沉默的星空里，到底藏着宇宙的秘密，还是人类的未来？我们下期再见。